大家好，我是 Jaso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聊人的记忆。婷婷刚刚也来到节目现场，她一样会和大家一起互动，接受线上观众朋友们的 call in， 并且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和解说。大家好，我是婷婷。Jason， 今天怎么会想到要聊人的记忆这个主题呢？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世界大同有提到，现代人生活压力都很大，甚至有不少人不堪负荷，患上精神病症。其实要让世界越来越好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人们要有健康的心灵。如果人人都对这个世界抱着恐惧，对人产生敌意，产生猜忌与防备的心态，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而这就是现今社会很普遍的现象。现代人生活物质条件的确要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来得好，可是现代人相对也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虽然五光十色的生活看起来很多彩多姿，但却也让很多人心灵感到更空虚与寂寞。当然，这牵涉到人生很多层面的问题。观众有兴趣可以参考我们汉字文化单元里面的介绍，都有聊到人生的财富、幸福与快乐方面的主题。我们今天主要来深入聊聊人的记忆，因为记忆是我们人类精神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试想，如果记忆力不好或患上失忆症，对我们生活一定会有重大影响。不过人的记忆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不知道您是不是常常会记不起来过去岁月中的某一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人会忘记事情，当然是很正常的。可是相反的，人也有很多事情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比如说失恋的痛苦、童年的心理创伤，有些事情我们越想忘记就越忘不了。所以人的记忆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而记忆却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想想看，当时间过去了，不管您过去日子过得有多么好或是多么糟，那些所有的经历不都只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而人生的美好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经历过什么，以及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你所遭遇到的一切，而这一切都与您的记忆有关。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我也常常记不起来很多事情。我不仅太久以前的事记不起来，有时候2-3天前的事都有可能忘得一干二净呢。Jason，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忘记了，可是有些事情却想忘也忘不掉呢？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每时每刻都会想着很多事情，有时候担心工作的问题，有时候又想起哪张信用卡没有缴，或是家里的什么东西没有了要赶快去买，等等琐碎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大脑常常被占用着处理很多杂事，而那些长期积累的不愉快情绪或是不好的回忆等等事情，因为并不是那么容易处理，所以我们大脑就会习惯性的把它丢到一边。但是因为那些问题并没有被妥善解决，就会被大脑特别的丢到脑海中深层的记忆空间去，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潜意识。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独处的时候，经常会回忆起各种挫折、尴尬的事情，并且产生很多不好的负面情绪，觉得自己做错好多事，甚至在脑海里骂自己，很后悔当时自己怎么会说出不理智的话，或是做出冲动的事情。其实回忆起自己过去发生的尴尬事情是很常发生的，并且这些记忆会一直驻扎在我们脑海中，时不时的跳出来骚扰我们一下。然而这些负面的记忆看似好像是突然出现在我们脑海中，其实都是有诱因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在大脑放松或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突然想到过去的尴尬情形，比如在入睡之前、开会走神的时候等等。我们以为这些记忆出现在脑海中是毫无征兆的，其实不然。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人的情绪、精神状态、记忆也都一样。负面情绪的产生也都是有诱因的。比如你前一段时间才刚和情人分手，因此你看到路上有情侣很开心的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分手的痛苦，而这对情侣就是诱因。诱因是触发我们大脑去回忆一件尴尬事情的导火线，但是真正决定我们是否会记住或是遗忘一件事情的关键，是那个带有未解决感的情绪因素存在。想想看，我们经历过的尴尬场景，因为未能妥善得到解决，
所以这种未解决的感受就被我们大脑丢到深层的记忆当中，一直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一种潜意识。而大脑的习惯就是把一些未处理完的工作拿出来再思考、再处理。但是因为每次你回忆起这种尴尬的场景，你都没有真正的好好去面对它，好好的处理，所以大脑就一直把它标记为未完成工作。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刺激下，这件尴尬的记忆事件就被标记为重要的记忆，而这种尴尬的记忆就自然而然的比其他一般记忆在脑海中更鲜活，占有更浓烈的情绪。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一件事情，如果当时的情绪越浓烈，反复在大脑中思考的次数越多，我们对那个事件的记忆就会越深刻、越持久。这么说来，如果我们想忘记一件不好的负面记忆，或是忘掉不好的回忆，我们只要避开那个会触发的诱因就可以了，是吗？理论上来说是的，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这很难做到，因为人总是有想法，会联想很多事情，而这些外在环境我们很难去掌控。除非你离群所居，一个人跑到荒岛去居住，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不仅是尴尬场景，所有带着强烈情绪的记忆通常都会变得记忆深刻。比如一个甜甜的初吻，又或者一次痛苦的分手经验。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会被激动的情绪刺激，然后更深刻地记住这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你想忘也忘不了，因为你的大脑对记忆有一套自己的法则。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对我们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能在情感上放下它，不继续投入。时间久了，大脑自然就会遗忘。而放下情感的关键，并不是让自己变得无情，或是封闭自己的情感，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这样反而会适得其反。最好的方法是用正能量来消灭负面情绪，也就是说，要把问题真正的解决，而不是悬在脑海里。比如，在某一次公司聚会上，你闹了一个小笑话，你大可不必反复回忆那个尴尬的场面，尝试回想整个聚会的场景，你可能会发现，其实聚会上还发生过一些你之前忽略的让你开心的事件。例如，和老板谈得很开心，你在其他同事眼中是一位认真工作的好员工等等。这样一来，当时尴尬的场景就会被弱化，占有的情感比例也会相对变少。同时，你也可以和亲密的伴侣、好友分享这种尴尬的经历，用自我解嘲的方式去轻松讨论，而透过这种正面应对的方式去弱化尴尬事件的情感比例。最后，你就会发现，一直纠结于那种尴尬的情境，反而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转，你就会了解，你很在意的事情，别人未必真正关心，甚至别人根本不记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和观点都不一样。最重要是自己不要建造起自己的假想敌人，让自己陷入一种自我批判或负面的压力之下，这样反而会加重这种尴尬事情的情感强度，让大脑不自觉地反复记忆起这件事情。另外，也要尝试接受那个真实的自己，不要让自尊心占有太强的比例。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原来我有时候也会犯那种错误，让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很多人就是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所以无法接受自己的错误，这样反而让自己遭受到很多无形的压力。其实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的人呢？每个人都有缺点，都有闹笑话的时候，这并没有什么。反而人因为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缺点，反省自己的错误，人才能真正的成长，变得更好。Jason， 你说的方法我很认同，但是有时候不好的事情，例如感情伤害，有很多错误并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么我们又要怎么样面对呢？面对有些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害，那更没有必要一直纠结于这种负面情绪当中。人的大脑就是一个复杂的思考机器，你给他什么事情，他就思考什么事情。所以面对伤痛，你重复想的越多，你就越难忘记。根本的解决方法就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方法一样，你要用正能量来面对这个痛苦，并且彻头彻尾的去面对，把所有的不快乐释放出来。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处理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跑到海边去大吼大叫，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很多次我看他回来以后，仿佛脱胎换骨，完全没事的样子。当然不是每个人这样处理都有效，你要找到自己可以释放痛苦的方法。
当然，面对痛苦，并不是单纯的去想整件事情的经过，或是想发生原因，去问对方为什么要劈腿等等，因为这些问题并不是你用想的就可以找到答案。而事实上，多数的人面对痛苦总是想逃避，喜欢掩饰痛苦，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你越在心理上压抑那个痛苦的记忆，那个伤害反而更沉重。只有和自己妥协，真正的面对这个发生的事实，接受目前现实的自己，承认自己失败的事实。总之，你要向前看，找回自己生活的重心，不要把自己的情感和时间继续投入在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方，这样就可以渐渐脱离那种反复纠结的负面情绪。当大脑把这桩不好的记忆处理过了之后，就不会再把这件事情贴上标签，时不时又从脑海中冒出来困扰你。不过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学会转移注意力，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去做，让自己忙碌起来。例如学会一个新的手艺，努力锻炼身体等等，让自己没时间去想那件事，久而久之，你的大脑就会认为那件事情不重要了，自然想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少。时间久了，虽然那种伤痛还在，但是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段不好的回忆已经影响不了你正常的生活，甚至你还可以想起曾经有过的甜蜜回忆，而不是只有负面的情绪。所以只有面对痛苦，才能真正忘掉痛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Jason， 您前面有提到潜意识这个名词，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过。如果一个伤害是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又要如何面对比较好？潜意识是我们大脑的深层记忆，所以记忆一旦变成了潜意识，我们就很难去消除。人的意识组成就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隐藏在水面下，而这些隐藏的部分却会对其余部分产生影响。而你不可能把一座冰山一分为二，那么这座冰山也不是原来的那座冰山了。所以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无法去除潜意识里的记忆，但是我们可以学会如何管理好我们的潜意识。人的心理创伤有很多时候的确是潜藏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自己有时候并未察觉。就和我们平常跌倒流血受伤一样，受了伤你要先止血，然后消毒，最后擦药和包扎，这个伤口才会痊愈。心灵创伤也一样，第一步是止血，就是逃离那个令你受伤的环境，避免不断接触到那些触发你大脑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诱因。而消毒就是用正能量的事物去消灭你的负面情绪，例如找一位好的心理咨商师听听他的意见，或是听听朋友、父母、专家们的意见。而擦药就是去学一些新事物，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毕竟人生还有很多机会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你要把你的生活重心和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去学会照顾好自己，这样伤口很快就会痊愈。一旦这个伤口结痂，就不会再造成任何伤痛了。任何潜意识里的伤痛也一样，你只能学会如何好好处理它，但是你始终无法完全抹去。人生的每段感情、每段经历，都是每个人生命中留下的印记。不论这个回忆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我们都无法再去改变什么。所以，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学会用平常心去处理与面对。那么，你就会知道，在生命中那些曾经难为过我们的人，其实是很少数的。人生有很多烦恼，通常是自找的，何苦我们要把别人加诸于我们身上的痛苦，让它一直持续伤害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会面对伤痛，用积极正面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问题，才是最好的方法。逃避问题只会让问题不断地积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最后让自己深陷负面情绪的干扰，这样反而是自己加重了自己的伤害。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几位线上观众朋友的提问。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位来自俄国的朋友，他自称是 M。Data， 麻烦您帮忙翻译一下。M， 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频道，请问您有什么讯息要和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 Привет всем, я очень рад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делиться своими мыслями здесь. Я согласен со словами Джейсона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й энергии для ре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сталкиваемся. Я просто хочу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эт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чтобы сказать всем, ч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Россия люди делают не хотят войны.
Сегодня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Это полностью лич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И только из-за его личной диктатуры так много невинных людей страдают от бедствий 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вынужденными переселенцам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диктатор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неизбежно. Я также считаю, что в в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 говорится о великом единстве мира. В будущем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стигнет этой цели. В настоящем я обращаюсь ко всем зрителям и друзьям с добрыми мыслями, сочувствием и отказом от ненависти. Эта война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позиции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существа вступили в 21 мир, и никакие причины не должн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лога для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Мир бесценен.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а рукотворная беда скоро будет, она пройдет.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来自火星朋友阿拉瓦的 call in。阿拉瓦您好，很高兴您再次连线到我们节目，请问今天您有什么讯息想和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你们人类到目前都还战争不断，最主要是你们人类的政治制度还太落后。虽然你们人类已经有很多国家已经实行民主政治，但这种民主政治还是以国家为单位。我们在火星上，全世界只有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由长老团管理，长老团由人民选出。长老团的成员是没有任何薪资的，因为我们火星人已经不再使用金钱，所以被选为长老的人是一种荣誉感，大家只想为人民谋求福祉，而不是中饱私囊。而你们人类的民主政治大多都是官商勾结，被选出的政治领袖最后都要把利益回馈到这些支持他们选举的财团上，而人民永远都是任人宰割的肥羊。你们一场小小的乌俄战争就把你们全球经济搞得鸡飞狗跳，油价飙涨。想想看，最后谁在从中获利？还不是那些军火商、武器制造商、产油国家、石油公司。然而他们的利益却是很多无辜人民用鲜血所换来的。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你们科技太落后。如果有一天你们科技可以发展到外太空，移民到其他星球之后，那么你们就会知道，把那么多的金钱和资源投入在消灭自己同胞的武器装备上面，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人类目前一定要放弃暴力思想。等到有一天你们所有人类都反对战争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战争了。就像你们现在两性平等就做得很好，女人可以自由工作、参政一样。暴力思想是你们人类的劣根性，要消除这种思想，要从你们思想和教育的基本工作做起。这需要时间，但是你们方法要对。目前你们人类有很好的网络资源，如果你们懂得善用这种资源，努力传播和平反战思想，相信战争很快就可以平息的。阿拉瓦，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人的记忆”，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和我们观众分享的呢？关于记忆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记忆就只不过是你们人类脑细胞里的一些电流与化学反应。你们可以感应到某种事情，不是因为别的原因，那是因为你的脑细胞接收到某种能量，然后产生了感应。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或是看见过去，那些都是脑细胞的电流感应而已。如果说有人忘记了某些事情，失去了记忆，那也是因为能量已经从脑细胞里面消失了。消失了有时未必是真正不见，只是能量变得非常微弱，让你的脑细胞无法去及时感应，使你觉得记忆不起来。但有时透过某些事物的刺激，你又可以把能量激活，让你回忆起来某些事情。你难道没有在梦里梦见过任何奇怪的经历吗？然后忽然有一天你来到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感觉就是你在梦里见到的地方，那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有过某种能量，透过某种方式让你的脑细胞感应到了，然后这些能量就暂时储存在你的脑细胞里面，等到你睡觉的时候，那些能量就慢慢的释放，让你产生感应，让你做了一个身临其境的梦。你觉得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事实上是你可能经过附近，或是某种因缘际会，透过人事物接收到那个地方的能量，可是你自己并不清楚。人与人之间也是有同样的情况，你看到一个女孩子，如果你觉得似曾相似，那就是因为你们的脑细胞可以互相感应，然后这些能量就在你与这位女子相遇之后一直交互作用着，并且留在你的脑细胞里，不断的对你产生影响。
你甚至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对方，这完全是你的大脑接收到对方的脑细胞传来的能量，而且这种能量一直留在你的脑细胞里，对你默默地产生影响，让你毫不自知。可是我通常只对那些脸蛋漂亮、身材又好的女孩来电，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长得丑的女孩脑细胞就不会释放能量？这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当然不是，长得丑的女孩子通常因为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她们的脑细胞能量就很衰弱，根本无法产生令人感应的能量。而且很关键的因素，脑细胞的能量是透过内心的力量所产生的。但也不是所有长得丑的人都是这样的，也有很多人虽然长得丑，可是并不因此为意，而且也不对自己放弃，反而加倍努力，透过各种方式增加自己的内涵与学识，如此也可以把自己的脑细胞能量增强。相反的，长得漂亮的人也未必都有很强的脑细胞能量。如果长得漂亮，可是内心确实时想着不正经的事物，或是有一个萎靡不振的内心，这种人脑细胞也释放不出任何能量。你看到很多人有忧郁症，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脑细胞能量太弱了，所以脑细胞就会被许多外来的能量干扰，产生很多幻想，产生很多不好的情绪。所以脑细胞能量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你不仅可以感应到许多无形的事物，同时你也可以让那些感应力强的人接收到你所释放出去的能量。阿拉瓦，照你的说法，我也会释放能量吗？那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我也感觉不到呢？当然，这个世界是到处充满能量的，只是你们多数人不会注意到那些看不到的能量，或是那些细微的能量。你们多数的人只能透过语言与看得到的事物来交流，因为这种沟通方式直接、快速而又方便。你们很少有人会去用内心与人交谈，但是你们也可以常常看到人们祈祷、拜佛，这就是一种用内心对话的方式。虽说大家在向神明祈祷，可是事实上，当人们在祈祷的时候，脑细胞的活力会增强，并且释放出能量，这种能量最后就会储存在你们的脑细胞里面，并对你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祈祷可以使一个人产生力量，其实并不是神明的作用，而是透过这种与自己内心的对话，让自己产生无形的力量，最后也帮助了自己。听起来挺神奇的。那么阿拉瓦，请问你相信所谓的心电感应这回事吗？当然，心电感应是你们人类的说法，我们在火星上称为阿尔夸效应。这个效应有一个方程式可以计算出能量大小，不过因为你们人类目前科学并没有办法用实验证明，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事实上，心电感应基本上就是两个人或是多个人的脑部能量的交互反应。任何人在生活中所感应到的很多事情、预感、决定，有时都是因为脑部接收到了某种能量所产生的结果。比如说，有一天你突然决定辞职，因为你觉得待遇不好，或是老板对你刻薄，可是这只是一部分原因，但也有可能是你的情人、亲人、朋友看不下去，替你打抱不平，他们的脑部细胞所放出的能量正巧被你接收到了，于是你就做出了决定。因此我们在生活中所接收到的很多能量，其实都是心电感应的结果，只是你们不知道。通常和你比较熟悉的亲人、朋友、情侣，心电感应的作用比较强，因此影响也比较大，但也未必一定要认识的人才会有心电感应。你完全不认识的人也可能对你产生影响，这就是心电感应神奇的地方。而且心电感应的力量是可以跨越时空的。比如说，你看了一本100多年前的一部小说，虽然作者已经不在人世间，但是你仍然可以感受书中作者所说的故事、所说的事情，甚至被感动、被影响。而这也是一种心电感应的效应。虽然你会说这是文字上的效果，可是你怎么知道除了文字以外，没有其他的力量影响你呢？事实上，一本书上也存在着某种能量，这种能量不受时间影响，当然和我们所熟知的一般能量概念不一样。一般的情况下，能量确实会受到时间影响而减少或流失，那是因为能量被消耗，转移到其他的形式或其他的地方去了。书本上的文字是产生能量的元素，读书的人透过文字的感应，
和作者思想交流。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心电感应的作用，只是发生的时间不是同时，也不是双方的。毕竟作者已经归西，但是你的脑细胞仍然能产生感应与获得能量，这就是心电感应很神奇的地方。谢谢阿拉瓦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此告一段落。在下一期的视频，我们会来聊聊乌俄战争，敬请期待。另外，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我们都会考虑制作相关的节目。最后，也请喜爱我们频道的朋友们订阅、点赞与分享，谢谢您，再会。